美国既然做了对等关税，然后其他的经济区域呢，他们会不会跟进做这个对等关税？我想大家应该可以看看未来会不会欧盟也跟进？目前我们大家都很在意所谓的关税的税率，还有叠加上去的一个影响。那我想这个是一个第一波的冲击。那当然，我们对台湾的经济很有信心，主要是因为我们台湾的产业，我们的台商都非常有韧性，调整的速度比其他国家的同业都还快。那调整的速度、经营的韧性、财务的支持度，台湾的产业这方面都是还不错。更何况我们政府也很快的拟出了一个支援的办法。所以我们相信第一波的冲击应该对我们台湾来讲有影响，但是我想台湾应该不会有问题。那再来是等到相对的环境、相对的关税条件确定之后，再来会有一个影响，就是根据各个国家相对的竞争力、各个国家汇率的变化、关税的大小，那就会产生一些厂商的移动。那除了可以有办法迁移到美国的产业之外，那其他我们国家相对的竞争力而言，厂商将会有一方的调整，也就是我们常在讲的所谓供应链的调整。那这个调整可能从大陆到东南亚，从东南亚回到台湾，又怎么样？这变化应该都还蛮大的。比如说2018年，川普1.0启动了关税战争，中美贸易战。那结果我们台湾有很多厂商从大陆回到台湾来，中间也包括部分的伺服器的厂商，但是呢，他们可能在这一次，有部分的伺服器的厂商呢，他也会把它迁移到美国去。那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就是这个产业的研发，也就是他们脑在哪里？当年他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，脑在台湾，然后工厂搬回到台湾，脑当然在台湾。那等到如果说未来他不得不迁移到美国去的时候，他的研发，他的脑可能也还是在台湾。所以对我们的影响应该会有，我想这个是根留台湾的最重要的核心啦。我想这个是一个未来2-3年或明年就很明显看得到的一个变化。那最后呢，还有一个是美国既然做了对等关税，然后其他的经济区域呢，他们会不会跟进做这个对等关税？我想大家应该可以看看未来会不会欧盟也跟进？那亚洲国家当然比较困难，因为亚洲国家我们一来没整合，那二来我们都是以出口导向、外销为主。那国内的市场相对比较小。如果是很长期2-3年后呢，会不会又有欧盟又来跟进呢？这个是值得我们很重要的必须要观察的地方。以上就是谢谢大家收听。